封存的记忆随那风沙而沉睡。当选择继续为征途坚定无畏感，诡谲的世界心消失相随，让彼岸为蓝漫散场伤爱。似是而非，真假错配，是时间沉醉。众生皆为爱与所谓百转千回，是要踏入乾坤的把剑不学不会，只为万事无悔。似是而非，真假错配，是时间沉醉。众生皆为爱与所谓百转千回，是要踏入乾坤的把剑不学不会，只为万事无悔。似是而非，真假错配，是时间沉醉。众生皆为爱与所谓百转千回，是要踏入乾坤的把剑不学不会，只为万事无愧。没人。哎呀，谢谢，给你药水喷喷伤口。不用了，不用了。哎呀，东哥呢？你上边找间偏房待着。你们说东哥接下来会不会打算出关了？东哥是行了，一进关就把自己事儿都给办了。你说咱们呢？啊，还想着来解谜团呢，没想到这么凶险。进关是为了找过去，我肯定要进的。至于你们，那得看人小柳的意见。哎呀，你不说把他给忘了。这柳姐的干爹这柳七花点钱注资咱们来，咱要空手回去了，不得骂死他呀！这柳七又不知道关内有多凶险，平安回去总比命折在这儿好吧？我干爹说了，这次进关就是为了磨练我，这么凶险的地方都闯出来了，才放心把事儿交给我做。大不了就折在这儿了，那也是命，反正我也不是他亲生的。小柳，七爷再三嘱咐过我要保证你的安全，他心里把你看得比什么都重要。怎么打退堂鼓了？我是觉得咱们还出不了关，车坏了要修，油量也不好使，原路返回又会遇见刘帅雅丹的杀族人。哎呀，你说这什么出关一步血流干，哎呀，哎希姐，你说咱们这伙人出关会不会血流干呢？甭看了，那些东西都看了，全是70、80年代的东西，没有值钱的。但我看老钱他们的衣服，又像是90几年款式的。之前我们看那些皮影官，那皮影人穿的衣服各个年代都有，但就没有最近20年的，是不是说明皮影鬼头队已经很久没有输送过物资了？不对，这里有本08年的，说明关内还在继续进攻，那就奇怪。告诉你，希姐，这还一本呢，你这本才好呢。希姐，你看这本书对于小柳来说太重要了，是她的宝啊。为什么？是她恋爱的启蒙书啊，陪伴她整个花季雨季。哎，别提他瞎说假的。我们初中时候确实挺流行这种青春疼痛文学，催泪虐心。简单来说，就是男主有个去世的白月光前女友，然后女主为了让男主接受自己，就各种努力，各种虐心。哎，你说傻不傻呀？啊，跟谁争都不能跟死人争啊！这简直，我觉得他就是有受虐倾向。好了，睡觉。北堂啊，你去把畅通的皮影箱给他送上去。别说是我让你送的。这么晚了，你给他送太客气了。我让你去你就去，你顺便把那3个人的铺盖给他扔上去。
西姐，你说这个沙土人会不会再来呀？如果再来，楼上那几个老弱病残的，他老弱病残怎么了？做了不要脸的事，活该得点报应。再说了，东哥能睡，他们就不能睡，矫情给谁看呢？要我说，他们3个在上面，不知道又要干点什么事。有东哥看着也挺好，我们睡个好觉，他们不敢乱来。哎呦呦呦呦！最多，我帮你一块结了。怎么样？送了？送了。你没抖露出我吧？哎呀，我怎么能说出你来？不过你还真猜对了，东哥看着以后马上就开始刻了。哎，喂，这烧水能不能烧快点啊？为什么喂我不姓魏？还没好啊，飞腾。哎，快了，西姐。我不管你是打是骂，反正到了饭点得给我送上来。哎，西姐，东哥还窝里头嗑皮瘾呢。当他不存在好吧，饭照做，爱吃不吃。他要跟你们说话就说，不是谁都别跟他西姐，你总不让我们跟他说话也不行啊，再把他给憋坏了。我跟他熟，我劝劝他去吧。别动啊，啥也别干。西姐，你劝劝我东哥呗。再等一天。为什么呀？我得等他饿到没有力气，打得他乖乖的、老老实实的出来给我吃饭、睡觉、洗脸。你们3个，一会儿吃完饭轮流来找我，我有话问你们。你，先来。坐。昨天跟沙土人打架，浑身酸疼，今天很累。我这人一累吧，就不喜欢说话，但我又特别喜欢听别人讲话。这样，我们玩一个游戏，你说，我听，我问一个问题，你就把知道的全部告诉我，不要让我多问，我多问1句就减1分。别慌，我问的肯定都是你知道的，但是同一个问题，从不同的人嘴里说出来，味道不一样。最怕的就是
你说的跟别人的对不上。这沙土人是单这里有，还是哪里都有？单这里有。这沙土人的由来，还要从一个叫严仲的人说起。严仲啊，他生性贪吃，又嗜血，最爱舔舐流沙哑丹中分泌出的盐分。他每隔10几年，也可能是100多年，会苏醒一次。可是，他一旦苏醒了，那附近的村庄啊，就遭了殃了。走猪毛，换颜色了！哎呀，我的个爷呀！你穿这么点不冷吗？可不行，我的，来，喝一点水。我一个卖货郎，3更半夜的，在这沙漠里叫卖，我疯了！我是给谁看的？这是陷阱，知道不？是你自己要找上门的，别怪我不地道。要发财了！要发财了！启动不遣散，走猪毛，收头发了，换颜色了，收猪。人种在异兽当中比较稀有，只在这一带出没。岩种大部分时间都是沉睡的，有时几十年，有时上百年。所以，虽然这里是闹过岩种，但还是有人住。潘一幸运，一辈子都遇不到他幸。岩种是关内一种极其凶残的变脸怪兽，书上说它适应环境的能力极强，可以随意变换面部形态，见什么变什么，遇到人就变成像人一样的脸，必须小心识别，严加防范。一开始啊，他们装作来村里的外来人，这住下了，渐渐的呢，村里面的人越来越少，但又找不到尸体的痕迹。严重活动一段时间以后啊，就会回到流沙哑丹去休眠。严种沉睡时，沙种和附近的逝水沼泽就是他的手段，人根本靠不近。即使有人真有能耐闯进去，也会被沙种的落基蚁寄生，成为沙土。所以，流沙哑丹就更成禁地了。一般没能力的人不能靠近。沙种又不会移动，这些沙土人是怎么来的？反正就是倒霉吧。除非什么？除非有人投喂。没听说过。
头胃炎重干什么呀？丧心病狂啊！哎呀，我们小人物哪知道这么多呀？你应该去集市上问问，那里人多，见识也广，什么新奇的事情啊，都在集市。那里车多吗？可以买到油吗？能买的，就是铁皮车开得起的人太少，油太贵了，而且这些年油越来越少，关外进不来。哦，这里的货币是金箔，想以物换物也可以。关外东西尤其抢手，你要想买东西打听事情，就应该去大市集，市集越大，那羽林卫方式就越多。他们不仅能治安管理，还能召唤异兽，让他们种地、发电、运输，干各种苦力活。听说最繁华的黑石城，那里吃喝住行跟关外差不多。都说出关一步血流干，不能出关。那你们有谁亲眼见过那个场面？我爹娘，薯条的爹娘就是那么没的。去年一家3口还住在隔壁村里，后来从红砖城来了5个人，说是要出关，出钱找人给他们带路，结果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。村民的家属去找，在流沙雅丹附近找到7人尸骨。所以说要出关就必须要经过流沙雅丹。不知道，传闻中这出关的方法多了去了，可到了最后，也就变成千奇百怪的死法了。这种机密，只有黑石城的羽林卫才知道。外界挑战不断，加剧脆弱危机。兰蔻小黑瓶精华7天稳住脆弱，邀您精彩继续。999皮炎平升级凝胶装，抗炎止痒，邀您精彩继续。张东，你去哪里？你不想彻底成那样，我一定要找到真相。把我的事、山茶的事都忘了吧，忘掉了，才能重新开始。空阳，其实我特别希望当时我也死了。傻瓜，这件事情不是你的错。
长东，长东，你想干什么？你在这里已经躲了3天了，你还接受不了吗？2年前就接受了。那你现在是在干什么？接受不了孔阳变成这个样子。刘希，孔阳死了，不管什么原因让他变成那样，那个都不是他，的确会难受，但我不至于连这个都想不通吧？你呢？为什么不让他们跟我说话？啊？肥堂每次来送饭，都磨磨蹭蹭、支支吾吾的，明明想说什么话，可到最后什么都没说。只可能是你不让他们跟我说话。你想干什么呀？你觉得我想干什么？你来找我可能是想跟我说，我就是不让他们劝你，爱吃不吃，要是不想死，就自己爬起来吃。别以为我们所有人都得围着你转，等到最后我饿得只剩一口气了，再跑过来嘲讽我2句，再踹我一下。对，我就是这么想的，我就是这么想的。还有一种可能，你就是想让我静一静，等我想明白了，你再来看看，看我值不值得被拉一把。走。去哪儿？月光悄悄，岁月某一刹，卷起淡漠，慢慢的风沙，淡漠慢慢的风沙。我是追赶奔跑的人啊，那向后藏着一道疤，门后藏着一道疤。古老歌谣被谁给丢下，埋在迷雾静静的开花。我们坍塌命中的悬崖，却又期待真心的回答。这一次经过装了慌了，拥抱了咖啡，没着星光。你微笑的模样，连一个的肩膀，荆棘路上默契相望，有一起变天茫然，彼此围着我去散了。是风里的墙，是地狱黑夜的坚强，是只想有人的寻找。长城梦啊，越过年华醉了的挥一挥大洋，别去害怕，纸面纷杂，有我啊，有我啊，就一起乘风穿过荒凉，拥抱了戈壁，没沾星光。你微笑的模样，能依靠的肩膀，情节路上默契相望，就一起并肩冒着流浪，每次围着我去散忘的，是从里到墙，是地狱黑夜的城墙，是只想我忘了选择。回去吧。
没事。给我。好了，我对你的照顾就到此为止了啊。从你明天睡醒开始，不会再有任何优待。这些话不应该等我睡醒了再说吗？现在告诉我，我有负担，睡不好。好吧。行了，你再睡一会儿，我上去看看。行吧。怎么样，想好了吗？你们是要跟我继续去市集，还是说直接出关？西姐，就凭我们几个，往回走就是流沙雅丹，那不等于送死？何况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出去，出关一步血流干。既然市集人都安全，不如先去那里打听消息。我看也是。你说我们费这么大劲来的，总不能空手回去吧？要我说，就把那市集挨个逛一个遍。关内如果真有那么多旧东西的话，找一些有收藏价值的，说不定咱们能常来呢。以新换旧，转手卖出去，铁定赚翻了。我这还有出手渠道，到时候咱几个就开着公司，啊，闷声发大财。耶！不怕沙土人了是吧？西姐，不有那么句话吗？撑死胆大的，饿死胆小的，是吧，东哥？我跟你们一块儿。拿走，拿走，看着是快吃。你没事的话，进去拿些不用的布，到时候补胎用。好。西姐，哎，啊，你跟超东是不是之前就认识啊？是啊。那他之前是不是人缘挺好？好个屁呀！都不拿正眼看我。西姐，我告诉你啊，人家以前牛，那是带多国探险考察队的，钱挣海了去了。之前我认识几个老板啊，想让东哥带着去无人区转转，钱都摆跟前了，死活就不去。同行都知道，狂得很，给他起个名叫啥？沙辽，你听听这名，欠不欠揍？可是他现在不这样啊。现在是啊，整个人都变了，就山茶那事儿给闹的，跟回了炉似的。
以前我见着他啊，当面我叫他东哥，回头我就骂他是。哎呀，行了，走。琪琪，那个阿和想让我问问你，给他们扣那么多分儿，是要干嘛呀？哦，扣分的事儿啊。我要是没有记错的话，老千扣了39，阿和24，薯条12分。哎，小柳，你去叫一下高深，把老千他们给隔开，你们1对1的让他们画从这里到市集的地图，什么路程大概要多久啊，要注意什么地方，什么全部让他们列出来，列的越全，分加的越多。OK， 分嘛，肯定就是越高人越安全。让他们仨一起画不就完了吗？还省事儿啊？柳，交代他。让他们3个在一起攒个假地图，把我们引到流沙雅丹去，那我不就死挺了吗？不能让他们通气，让他们分开，相互猜忌，相互竞争。你说我这个脑子，高深，来活了！3张图出入不大，我整理一下，一会儿就能出发。东哥，一路往西，就是阿和他们以前住的那个市集黄土城。阿和说他们当初是为了躲灾从黄土城里出来的，走了大概10几天吧。我们要是开车的话，应该可以快一点。这个路程往常的话1天差不多，但咱们车轮胎不行啊，我估计至少需要2天。市集跟市集之间都比较荒凉，他们这儿的人好像都公认，在市集之外还有夜晚会有异兽出没，所以我们要在日落之前找到地方投宿。听起来像聊斋呢。因为太阳一旦落山，就找不到旅馆了。他们这儿旅馆叫做红花树。红花树，开连锁啊？树是假的，枝条上有挂满了红布条。我们看到这样的树，就可以在树下等。太阳落山之前，会有人来收树，顺便把客人都接回去。那要是没赶上收树，那我们就只能成为异兽袭击的目标了。刺激啊！你说这敢在道上开红花树的，是不是都能人呢？他们这种地方肯定都会找1、2个能人坐镇啊，但也别抱太大期望了。绝对安全这种事情，没有人可以保证。这万一遇上黑店，但是我没有金箔，手机没信号，付不了钱怎么办啊？他们说了，去那儿的话可以拿物品来换住宿，咱们带那么多东西应该够。行了，差不多了，收东西吧。我们自己的还有地窖里的。哎，欣姐，地窖里头他们的东西都要搬走吗？当然不是了，有用的才搬。他们怎么办？我们当初在地窖外面的时候，我们是怎么办的？还不是自力更生吗？把这几个字给他们送回去。哎，哎，慢点。好。哎，东哥，你跟西姐商量一下，东西别都拿走了，那老的老，小的小，你说没吃的他们怎么活呀？他让你全搬空了？嗯。行，我换个说法啊。你搬东西呢，你西姐也没有全程盯着你啊。你要是漏办了什么，谁也不知道。你试试。我什么都没说。哎，飞党。哎。还有啊。就那么点物资，他们也撑不了多久。你西姐那4个字“自力更生”，一块送过去。
跟我进来。啊！快点进来啊！叶枫太容易心软了。心软不是一件很有福分的事儿。什么意思啊？很少有人天生菩萨心肠，大多数人在饿得半死的时候是不会分你一口粮食。受了折辱、欺负，第一反应就是以血还血。只有得到爱，才会想着去分享爱。肥汤还能心软，就说明他至少在某些方面是受人善待的。好像是这么回事儿。知道给你们留的，我马上就要走了。我想跟你们说句话，这么活着不是个办法，躲财永远躲不过去，要学着自己强大，与灾共舞，懂吗？赶紧下去把东西拿下去，快，快！谢谢你啊。赶紧的。肥汤，嗨，走了，来了。找包子去。哎，老沈，那他们去的是什么地方？怎么会有这么多异兽？难道是2个世界？啊！我刚才不是说了吗？这是故事，都是假的，假的。关内的那些异兽，那就跟我们这里的动物一样，你就把它当作创作素材或创作灵感就行了。虽然是故事，可我总觉得这世界上还有很多我们无法解释和触及的东西。是啊，你像古代的那个《桃花源记》，那里边充满着神秘和想象，那你也解释不了。流溪谷，望东魂，生死宿命，2界羁绊，这故事啊，有点意思。就没有这红花树呢？对呀，我们这一路都没看见一棵。那老钱他们是不是骗我们呀？这个地方完全没有参照物，很难一直有直线。只要车轮稍微打偏，就可能一直错下去。再有个沙土人，咱们倒是有经验了。你说再来个什么其他的怪兽，可怎么办啊？西姐，这老千说晚上沙漠多异兽，咱们是得拿好家伙。东北2手空弓枪。肥汤，哎，你也拿一把，给我。这子弹也快够不上了，这枪都快变成废铁了。哎，看，哎，下灯了。想的时候就听说过，天全黑的时候，这天空上要是有2盏灯，有一个长梯，其实是蛇的2只眼睛。一看见那长梯是蛇信子，上去就被蛇给吃了，懂吧？今儿你想整嘴啊，咱可得慢点啊。我还真没见过会发光的嘴。
腰上掉了个什么？鸡。也是来住店的吧？对，打哪儿来啊？红砖城。好地方，怎么称呼你？昌东。李金鳌。哎，你那鸡挺厉害呀，1粒米都没撒到地上。这只鸡可不是一般的鸡。哎，你们赶夜路不带公鸡壮胆啊？啊，我们走得匆忙，没顾上。开铁皮车的，看不上这个。敖叔好啊，叫我小柳好了。叔你真厉害，你胆子真大。我都还没住过店，我东哥老吓我说这店里可怕的很呢。你这哥哥说的没错，红花树夜店是要乱一些，人来住，其他的也来住。啊，这怎么行啊？这要出了事儿怎么办？哎呀，东哥，你不早跟我说，你明明知道我胆子小，你又不是第一天知道。没事儿，守规矩就行。实际上这儿啊，就是船的力气，没这么邪乎。再说了，跟这儿住店的，没一个是吃干饭的。叔啊，你这变着法夸自己呢。我们这一车人几个胆子拼起来才敢走夜路，你这腰上拴只鸡，往这一杵，跟晒太阳似的。叔，你一定特别厉害吧？厉害什么呀？我呀，就是个走市集耍皮影的。等待会儿住下了，还得开几场。来几位，要是有空的话，都来捧个场啊！好呀，好呀。时间差不多了，该收束了，跟上就行。这叫什么来着？我记得有个人跟我说过的，我就是忘了。哎，我这记性叫什么来着？流光。哦，对对对对，这大晚上的，旅馆的人也不敢出来瞎跑啊，都让流光来引路。这玩意儿啊，死笨，永远的2点一线，从来不知道等人。哎，你看没有？就这么个玩意儿，跟上。好嘞。行啊，小六，张口就来啊！我干爹教过我，小姑娘没脸没皮，人家会觉得你可爱。这招大了可就使不成了，人家会防着你。哎，东哥，那个姓李的说他是耍皮影的，谁信呢？他不是说晚上要开场吗？到时候就清楚了。这边，哎哎哎！铁皮车，辛苦辛苦啊辛苦！是您的车吗？不是不是，车的入口在那边。哪儿啊？这边，在这边，车停这边。外界挑战不断，加剧脆弱危机。兰蔻小黑瓶精华7天稳住脆弱，邀您精彩继续。999皮炎平升级凝胶装，抗炎止痒，邀您精彩继续。贵宾，咱们车停这边，然后我在里面等几位，然后咱们在里面办理前台登记。行了，先把行李卸了吧。哇，这么好的车！把这个带上，说不定在关内你有什么死对头正等你呢。小心台阶。各位客官，吃好喝好，还需要什么尽管吩咐啊！
有需要尽管跟我说。哎，客官，手进台阶。董事长，哎，几位这边坐。走啊。下公局了啊！你好，要一间房。房费可以付金箔钱，也可以拿东西换。这张单子是我们改进的东西，还可以以物换物，是有点原始世界的感觉啊。我们店有黑石城的许可，有问题吗？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店只供应到11点，11点没电之后，不要随便到公共区域走动，否则出了任何事，死伤自理，概不负责。用水洗澡和上厕所都在1楼。干电池、消毒水、钳子够吗？差不多够住了，具体怎么换，会忙再结。房间在哪儿2楼。今天咱们是住一块儿，更安全。床不够睡，打地铺。好啊，注意些安全。是啊，睡地铺也无所谓，反正我们这趟也没娇气的人。这东西放完，去吃饭吧，不是说一会儿断电吗？你说公安1年断不了1次电，而且你看他们的穿着打扮，这两边时代可真不一样。收拾收拾，去吃饭。哎呦，老板啊，您看看您这儿的生意多好啊！怎么样，花2个小钱，请我开场戏？我跟你说啊，我这戏一开，你这个气氛咔一下我就能给你吹上去。你别烦我，花不了几个钱。哎，这些人看着跟老千他们也没区别，能打听出有用吗？你这看这碗太普通不过了，我还以为关内遍地都是旧货呢。你这是，谢谢。这吃饭你还不摘口罩？喵喵！又没几桌客人，你看什么皮影戏呀？这还没几桌呢，就1桌空的，这都坐满了，还没几桌。对你们这类人已经特别优待了，让你们白出去不错了。我来！现在什么事的？我来！还倒贴东西，请你们开戏。客人愿意掏钱看戏那是客人的事，我可不管。我这听见了吗？这类人是什么人啊？能受到特别优待，还能白住？咱们请他开一出。哎，别，东哥就会啊。你说咱这物资确实挺充足的，但是咱也不能浪费呀。西姐要看你就请呗，小气什么劲儿啊？算我的，我请。嘿，我第4先生比我还能拍马屁的啊！敖叔，这里，来了，给你让个位置啊！哎呦，我真担心开不了戏呢。谢了几位，来吧，选出戏，看哪场？招魂，这是评语戏的烂招，所以啊，从来都是戏册里第1出。那就看这个吧。没问题啊。来吧，小宝贝儿，干活了啊！来，哎，挺好。陆总生，骑着皮影人，可没有仙哥的影子呀，没人挑线。是小瑶，鬼火会变形，更像是小瑶。这个地方比较常见的一种蚊虫。哎，你说有没有可能，它是从关内飞出来的？诸位，咱就正式开戏了啊！就这3样就可以啊？啊，够了。我这乐器能顶1个戏班，诸位瞧好喽。
老叔啊，你这皮真好看，你要不要喝一个呀？谢谢诸位捧场，我敬诸位一个。来，老叔，多吃点，多吃点。这菜太好吃了，我还想吃你这个。哎呀，老叔，你就别光吃饭嘛，你喝一个，干一个，好不好？来，我陪你一个。哎，好，来。以前看过很多皮影戏啊，但耍这么好的还是头一回见。你说的那种啊，是提线木样式的，但是那种吧，它只能是关节动，它显得木不愣登的。耍这种的多的是，集市里常常能看到，不入流。他们不入流。来，老叔，给你满上。咱们就拿招魂这个故事来说，招魂这个故事是有来历的。据说我们原来根本就不生活在此处。古时一位大将军思念死去的夫人，某位方士说有术法可以让大将军再见其夫人一面，于是隔着幕布招来了夫人的魂魄。大将军小死难耐，就要上前揭开幕布与夫人重逢。一旁的方士大惊，上前阻拦不及，然而大将军伸手一握，只见手中所握是小妖组成的皮影。大将军眼见着夫人化成大怒，后来将军查明了小妖和方士艺术的来源，原来是知道一个诡异的沙漠绝境。他害怕方士们掌握了更多的术法，会动摇自己的统治，于是把方士及其九族、异兽、异术，连同那些负责押运的羽灵卫一道，通通的灌入了那个神奇的空间，与之隔绝。这就是绝妖鬼于玉门的由来，而我们都是数千年前被封入绝地的后人。这说明那场景得多么的逼真！之前我还琢磨呢，我这看个皮影怎么还那么动情？我今儿个算是明白了啊，是从来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高人。我不行，我呀惭愧，但是我吧，确实是一名老李家的方士，哎，方士牌，啊，咱不是胡说啊，咱们有牌儿。我就是实话实说啊，现如今除了方士龙家，咱不提，人家真是能收拾异兽啊。就那个千家，什么呀？那不就是黑蛇的傀儡吗？羽灵卫，那就是个巡逻的小兵。我们老李家，那可是能操纵皮尔队的。哎呀，可惜了，我祖上这阵姓李的吧，不争气。皮影术的绝学是一点没学到。皮影队，是不是就是往来于关内外的9人商队啊？没错，人出不了关，出关一步血流干啊！古往今来，能出关进关的，那都是我们老李家操纵的皮影队。为什么是皮影人？人出不了玉门关，那这个皮影人非人。但是能行人事啊，这是不是再合适不过了？你看我像皮影人吗？你一看就是一个皮影人。哎呀，我开玩笑，我又开玩笑。皮影人那一眼就能认出来，那他就是就这纸板这么厚。而且那个擦破了皮也不流血，啊，被火烧不嫌疼，你烧着了有一股倒毛发的味道。老叔，那你老说这个皮影队，他们都从哪儿出关呀？这么大的秘密，我怎么可能知道？
哎呦，哦，叔，那你这是要到哪儿去啊？黄土城。我听说有人在那儿作乱，身为名门之后，一定要抓住一切机会出人头地。行了，不是11点熄灯吗？走吧。老板娘，麻烦把那位方士扶回房间吧。好。哦，对了，一会儿洗澡不要落单，房间里至少留1个人。高师，啊，你看到什么了吗？什么东西？没有啊。是东哥吗？啊，你们可真够慢啊！你女生洗的头发都要很久呢。我在上去了。谢谢你扶好了。哎，你不等我啊？东哥，你跟高师谁洗的吗？等一下我，快看我。行，好。哎呦，吓我一跳！哎，东哥，你怎么跟西姐一块回来的？你怎么不出声呢？